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一言不发，惊艳演绎赵丽颖的独特魅力。两位女性让2024年春节档大放异彩。一个自然是瘦了100斤的贾玲。不管如潮的好评到底是给她本人还是给她的电影，她都给这个其乐融融的节日增添了一丝内在的力量感。从喜剧吉祥物到中国第一个100亿票房女导演，贾玲的突破在不止一个层面上都做到了榜样级别。另一个是第20条里的赵丽颖，电影第20条海报之一。这是一出不那么张艺谋的，堪称惊喜的现实主义大戏。其恶中的社会议题与人文关怀，对公益与法理的探讨，比纯粹的喜剧或煽情的悲剧都更为有力和深刻。赵丽颖在片中饰演的聋哑村妇郝秀萍，从出场开始就让人想哭。第一次露面，她似乎完全置于受害者位置，不会说话，低垂着头，看不清脸，浑身颤抖，一面向内拼命保护自己的女儿，一面向外对村霸进行无力而拼死的抵抗。自己被村霸反复强奸，丈夫为保护自己伤人入狱后，郝秀萍带着同样聋哑的女儿东躲西藏，一面寻找能证明丈夫无罪的证人。赵丽颖在电影里素颜，瘦得几乎皮包骨，黑黢黢的皮肤，乱糟糟的头发，只有那双眼睛从落魄中钻出来。影片2个半小时，她没有一句台词，只能通过手语、肢体语言与面部表情来表演，苦难无声，却震耳欲聋。第20条剧照。但她并不弱，为了最后的希望，她选择死亡，用自己的生命向不法做出最后抗争。郝秀萍的突破在于，她虽然仍是苦难叙事里的农妇，但这一次，她代表的不仅是手无寸铁的残疾农妇，也是一个面对恶势力手足无措，对正义还残存希望的普通人，也是随时可能被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击倒，坠入绝望的普通人。赵丽颖已经不是过去的赵丽颖了。电影拍完后，张艺谋这么评价：不论是贾玲还是赵丽颖，她们都不是女性主义的代言人，她们的拼和勇是一场无性别的胜利。她们只是用力、坦荡地活着，从台前走到幕后，从被装套的甜妹到独当一面的大女主，活出最浑厚、生猛的生命力。我为什么不可以呢？双引号。郝秀萍本来不是聋哑人。第20条剧本筹备时期，只有郝秀萍5岁的女儿娟娟一角设计为聋哑人的身份。在与张艺谋通电话时，赵丽颖忽然问道：我为什么不可以是聋哑人呢？双引号。一句话让张艺谋醍醐灌顶，对啊，为什么不可以呢？赵丽颖向张艺谋提议将母亲郝秀萍设定为聋哑人。如果说将小女孩设置为聋哑人，增强这对母女的苦难浓度，也可以给孩子治病这一借款动机的合理化。但如果母女2人都是聋哑人的话，这对母女的所折射的困境不再是物理意义的，更带有一种宿命感，她们失语与无助的处境便自成一体，更难以抵抗。母亲不再站在一个更强大的高处对女儿进行庇佑，她拼了命去保护自己的女儿，去争取公义与正义，最后将自己廉价的生命碎在所有人面前时，他抗争的力度也会因失语而显得振聋发聩。可这也意味着赵丽颖不得不为这号角色付出更多。手语也是一种语言，力度、幅度都有自己的精气神。没了台词，演员的微表情、肢体语言1寸1毫都会被放大。第20条中的赵丽颖的承认，郝秀萍一定程度见证了赵丽颖在演技上的进步，虽然相较于几个主演仍有一点距离，但并不难看出赵丽颖是深深进入了郝秀萍的人生里的。有观众认为，聋哑人说话时不会像赵丽颖那样大张着嘴、欲发呼声，但我更倾向于理解为，片中这位母亲、这位妻子、这个女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如此痛恨自己的失语。在长期受到村霸霸凌、屡次遭到强奸后，郝秀萍的丈夫出于自保，失手杀死了村霸，
却被判定为故意杀人，面临无期甚至死刑灾难。残疾人、农妇，有一个幼孩作为软肋，这些配置看似将这号女性角色置于自我表达和权益争取方面的完全弱势，但郝秀萍的不一样在于，她始终看得清。第20条中的郝秀萍、赵丽颖是何娟娟、陈轩飞是，她一开始就看得清，自己全家被村霸欺负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闭环。屡次遭强奸后，面对被拴在门口的丈夫，她噙着泪，用手语狠狠道：“我活不下去了。”因为她知道，今天过去了，还会有无数个今天在后面等着他们，无穷无尽的黑暗。她也看得清，真正压在自己身上堵死前路的到底是什么？最后在工地顶楼天台，面对村霸与检察院的人，身后是一片蓝天。郝秀萍的每一根头发丝，每一滴泪，每一根皱纹，都在风和阳光下历历可目。那一幕很美，可饱受屈辱和苦难的灵魂在呐喊，没人听得见。在纯澈的背景下，郝秀萍连手语也带着悲愤的哭腔：“你们政府帮得了我一时，帮不了我一世。”王一博3部电影闪耀2023中国电影集锦。在近年来中国影视界迅速崛起的年轻力量中，王一博无疑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星。2023年对于这位多栖艺人的演艺生涯而言，无疑是一个丰收之年和崭新突破的重要节点。国家电影局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电影集锦中，王一博主演的3部电影《无名》《长空之王》以及《热烈军》强势上榜。这一卓越表现充分彰显了他在电影艺术领域的影响力与扎实演技。首先，《无名》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历史内涵，在上映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王一博在片中的精湛表演不仅赢得了观众的认可，更是在业内获得了高度评价，展现出他作为演员对角色深度挖掘的能力和对复杂情感世界的精准把握。紧接着，《长空之王》是一部展现中国航空人英勇奋斗精神的力作。王一博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雷雨，生动诠释了一代试飞员挑战极限、守护蓝天的壮志豪情。影片的成功不仅是票房上的佳绩，更是将国产军事题材电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王一博凭借此片再度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派地位。至于暑期档上映的喜剧励志电影《热烈》，由大鹏执导，黄渤与王一博联袂主演。该片以梦想为轴线，讲述了一个普通少年陈硕在追梦路上披荆斩棘的故事。王一博饰演的陈硕一角，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面貌和自然流畅的演技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影片在中国内地市场取得9.13亿元人民币的傲人票房成绩，再次验证了王一博挑梁主演作品的市场号召力。而在2024年的国际舞台上，王一博的光芒继续闪耀。他主演的作品《我的朋友》被选为往届优秀作品，在第74届柏林电影节欧3竞赛单元展出，成为国内40岁以内唯一有作品入围该单元的男演员。这无疑是对王一博个人艺术成就的极高肯定。此次国际电影节的展映，标志着他的表演艺术已经跨越国界，走向世界，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综上所述，王一博在2023年至2024年初这段时间内的电影成就堪称牛逼，从商业大片到文艺佳作，从本土市场到国际舞台，他用实实在在的作品和荣誉为中国新一代男演员树立了标杆。其在光影世界里的每一次精彩演绎，都在不断拓宽自己的艺术边界，也为华语电影的繁荣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力。看到这样格外优秀的王一博，就知道为什么在娱乐圈中他会如此频繁地遭遇各种黑料了。这边刚刚公布了案件维权进度，那边又开始报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97年的王一博已经能够在影史上有如此地位，这是多少想要从电视剧圈跨界到电影圈的艺人们所求却一直未能成功的。他们把王一博看作眼中钉，那可真是太正常不过了。王一博的表现令人瞩目。在2023年中国电影集锦上，
他以3部精彩的电影作品再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3部电影不仅在票房上取得了成功，更是在影坛上展现了他的多才多艺和出色的表演才华。从戏剧到商业片，王一博展现了他在不同类型电影中的出色表现，为华语电影带来了新的活力和魅力。首先，王一博的3部电影在2023年中国电影集锦中的上榜，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也是对他作为演员的才华和努力的肯定。这些电影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票房上，更是源于王一博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出色的表演，使得每一个角色都栩栩如生，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其次，王一博的出色表现展示了他在演艺事业上的不断进步和成长。无论是在剧情片还是商业片中，他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为影片增添了不少亮点。他的表演风格多变，能够驾驭不同类型的角色，展现出了他作为一名优秀演员的全面素质。最后，王一博的成功也彰显了中国电影产业的繁荣和活力。作为一名年轻演员，他在影坛上的崭露头角，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赞誉，也为中国电影带来了新的